我现在在广州，开着一位朋友给我送来的车啊。这车大家如果熟悉的话，一眼就能认出来是谁的啊。这是我一个10多年的老朋友，每天做着跟我非常类似的事情，但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。这次来广州，他要带我去体验广州的汽车文化。到喽！哎呀，这老95还挺好开的。先看他们门口有什么车啊？哇，老思域，这是 EG 吧？特别老的小灯的，比那大眼仔还要早一代的。小车收拾真利落哎，滴滴的。哇塞，本田 Stream 时运，这车过去进口过一小批啊，现在已经不太常见了，看样子还在用哎。哇，里边有好多小车模，特别港范儿，前面还放好多零钱，哎呀，这感觉真不错。北京这车特别少啊，我也见过几回，就是这个定位其实比奥德赛小啊，就是现在的类似于途安什么那种车的定位。Hello， 好久不见啊！没想到你比我更早到了，欢迎！这个就是我今天给你准备的土特产哈，来这边试一下这种，我觉得是蛮有南方特色的这种车型。还有个 Stream 啊，都是这边那个是我们自己同事的车啊，都是土特产了，太有范儿了。你看北方同事用什么？4.7 V8 大切，这差距。然后还有今天其实有惊喜的哈，我们要开着这个车，我想带你去一个我们南方的可能玩车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家里面去。好啊，到他家里面去看一下他的那个藏品。然后中午我要带白老师去一个应该会对诸位都会有惊喜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去吃个午饭。去看一下那个地方，然后午饭以后的话还有第3个惊喜，所以今天我又准备了3个惊喜给白老师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下去，共同期待啊！到底有什么惊喜？我真是不知道啊，这不是剧情，真不知道，他真不知道，我特地跟同事说要保密的，然后不告诉他，然后这个车他应该是早上来才看到的。参观一下，带白老师大家车言论。我说今天白老师来巡来看一下南部同事的一个环境，这边是我们的同事的食堂了。哇塞！对，这也太梦幻了吧！江景的一个对，这里就特别好的一个江景。然后这个地方，因为今天天气可能不太好，如果好的话，这个地方看那个日落超美。太棒！李老鼠看看人家公司的食堂。不是大哥，你得听我解释啊！不是我误判了吗？这边是我们其中就是我们的一个 lobby 吧，一个大堂吧。对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小的直播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会那衣服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有自己的衣服嘛。对，这个衣服也是我们自己公司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直播。这里就是给我们同事大家放玩具的一个地方吧，因为大家喜欢玩的东西。你看这里这么多摩托车，对，都是摩托车，都是自己的。我们喜欢玩这个摩托车，然后这里有个车库，我们平常的车充电啊，就在这里。哇塞，人家车充电都有专门的车库。然后这边是一个上楼阶梯室，哇，像个小剧场一样。对，我们平常开会啊，或者说有一些观影啊，都会在这边做。研究友商的节目就在这儿啊，对，研究白老师的节目就在这边播了。办公区。对，这就办公区。对，我们大伙啊都在这边。然后这个超大阳台，哇，舒服吧？天哪！我相信北京的朋友应该是羡慕这个的啊，可以看到江景的。而且羡慕这儿的气候。北京你就算有这么一个地儿，一年有3、4个月能在外面就不错。待不住哈。我们平常练习驾驶技术的话，就在这里。对，哇，这里是练习驾驶技术的，这里有个健身房。这里还有个健身房，真的有在用的哈，不是摆设的。肉体改造中心也应该改一个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情怀车中心，一些朋友过来保养车啊、整备车的时候，也可以到我们公司参观一下、玩一下。好啊，然后我们进入主题，出发，带白老师看一下今天的惊喜。到这儿开上你们这车之后，我觉得真的，虽然咱们都玩老车啊，但是实际上南北的差异还是很大的，玩的东西完全不一样，是吧？啊，我觉得这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。是，你看北京80年代、90年代的时候，第一批我们见到的让我们追的，我们追过的那些车，
都是一些大单位的呀、政府的那些豪车，奔驰、奥迪是吧？然后家里的第一批车都是夏利、捷达、桑塔纳，是。所以现在反过来玩的都是这些车。我觉得在南方玩车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啊，应该是中国内地最幸福的一个地区，因为我们能接触到的东西、资讯啊，或者说是一些作品啊，甚至是车型都是最多的。年轻的时候去玩那一车很梦幻的，什么 GTR 那个 FD 不是没见过。对啊 ，RX7 啊，对吧？像这种车 GT3000是吧 ？Super 很多那个，我小时候就已经看到马路上人家在玩这种车，直到现在大家玩的这种，也跟白老师说一样，就小时候看的那个记忆不一样。我们小时候单位的车并不是奔驰、宝马、奥迪，是皇冠，是 Camry， 是 Safiro， 是风度，是这种车。然后家里面有钱的那些 uncle 开的那个车也是这种车，所以这种车可能会更受欢迎一些。你看我小时候，我爸是一个司机，大领导的司机，开过的车，Y31的尼桑空调王，Y31很流行那是。对。然后奥迪100 2.6E，这就比较北方化了。OK， 对，当时组装的一批，对，北规的还是。然后 W140的大奔，就是这些车。然后还有当时中美贸易协定弄的中国那批车，福特天霸、科西卡、天霸，然后彩虹，对，然后太阳五这些破车。这当然最夸张的，我爸单位曾经买过一辆雪佛兰的那个面包车，那个大的16座的 V8。哇，这种车在这边绝无仅有，没有的，超级费油，20到30个油。我天哪！修复和改装，你们这儿是改啊，找各种件儿，日本来的件儿各种改。北京是原厂修复，OK，对吧？我要奔驰，我找原厂那个带蓝标那配件，OK，就这么玩，不太一样。玩法不一样吧？那个原厂的经典车也有这种做法，但是对于日本车，尤其是日本车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以改代修啊，反正坏了，我干嘛不换个改装件？包括原来广州本田的第一代的飞度，我都说你在马路上完全素的飞度不可能见到，你最少也有一个贴纸的无线贴纸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文化，而这种东西你在泰国、你在澳门、你在香港一模一样，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。所以对于日系车来讲，以改代修是一个大家也不会认为破坏了这个车的一个做法哈。但是对于很多经典的欧洲车，这个方法不实用。包括像W140这种车，你怎么改？这个车最好就原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还得看车型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白老师经常说广州跟北京的玩车文化，我觉得这个要纠正一下。我应该是不能局限于广州，因为广州真的是很小的一部分。这边玩得好的很多地方，像佛山、顺德、江门、肇庆。会玩这种车的人大把，然后而且玩的比广州玩的好的也太多，所以我们认为真是大湾区的这个概念，我们的文化相通的，然后我们这些城市也是相通的，玩的东西也是相通的，所以不存在说你广州车友会，然后谁的车会没有的，我们就广东一起来玩，所以我们搞个情怀车展就特别明显的例子，超过2/3的车都是这些地区的我们的朋友过来的。所以我们真觉得是一家人啊，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哈，绝对不是一个城市是可以概括，这个城市何德何能？广州没有这个能力去概括这种文化，绝对不行。但你说香港或者说澳门行不行呢？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它是可以的啊，香港它是可以的，但现在不行。现在我们玩的会比他们玩的好。我们玩的绝对比香港人那些年轻不玩车了。现在香港玩车都是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了，对吧？他们的年轻人不玩车了，打游戏了。但我们的年轻人，90后、00后的玩车的很多哎，我很高兴哎，这个才是希望啊，这个才是有前途啊！真的，我们完全超越他了，我可以这样去说。咱俩都是911车主啊，都有997.1，你还比我多一个991。其实你怎么看这个车呢？我怎么看这个车？这个车首先是我的一个 dream car， 我的梦想。我很早就立志，我一定要拥有这样一部911啊。然后我是特别欣赏这个车的。那些太 super car 的那个，说实话，我现在还没到那个
还没到那个段位吧，我对那种车，倒不只是因为没钱买哈，我还是觉得不会太欣赏那种车。对，因为那种车我觉得距离感太强了，我还是喜欢一种911就是个接地气的跑车啊，对吧？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。我也是这样，我觉得你如果买了一个特别贵的、特别金贵的，又崩一个小石子儿都心疼的不得了的这种车不行。就我那个911，其实虽然很喜欢啊，很爱惜，但是我已经不太拿它当一个收藏品。OK， 也就是它陪我度过我人生的这段时间。我开着它跑卡罗拉杯 ，OK， 我在玻璃上崩好多点儿，什么都无所谓。OK， 我觉得每一个点儿都是我们共同的经历。我靠，你这境界更高。这么一种感觉啊！我开那车已经参加过好几次赛道活动什么的，虽然它性能不咋地，说实话，跟现在这些，主要你是那个自动挡拖后腿。对，平时也经常开着。我觉得这个车就是到老了，可能这车上有很多伤痕。这次是我们俩在哪儿怎么着，这次就无所谓的。我觉得老白这境界比我高啊，对比我高，我还是不舍得。说实话，我是不舍得。然后我这个人强迫症，我不太可以容忍那个车，我看到一些瑕疵，明显的瑕疵，我不去修复它，这个事情我受不了。我举个例子，我那个车挡风玻璃我换了一块了，因为就上面一个石子崩了一个点啊，我觉得看着就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把前挡给换了。很多人都觉得原厂的那个干嘛要换呢？但我换的也是原厂的，我不觉得这个东西会有什么贬值。老贵了，袁老师有钱，那块玻璃18000的，这7000多块钱啊，对7000多块钱，好贵了。对，但我觉得我起码看着很舒服，所以我也不舍得那个车平常天天去开，所以你境界比我高，就是要享受它，跟他一起度过这段时光，这么一个感觉。袁老师其实是欣赏式玩法，我是盆栽族。对我来说啊，如果我哪天说，一高兴啊，努把力气，花个300-400万买一新的法拉利，我可能就盆栽族了。OK， 舍不得开，今天擦得干干净净的，就是那种感觉。但我觉得，跟一台车深度的拥有沟通，不应该是那种感觉。不应该是把它搁旧了你才舍得开。怎么讲呢？深度沟通也会有，我会经常去开它，我会用一种舒服的状态去享受和它待在一起的那个时间，倒不是让它去证明自己没老，也不去，我不想在那个车上面去证明这个车没老或者我没老，我不会在上面做这个事情，但我是很享受跟它安安静静待在一起，我们这种对话跟沟通，或者我去跑山，我也会去跑山，就我自己一个人把这个车开得很快，我自己跟自己去很短暂的一段时间，这些我都会去做，但我不会是常态这样去做。哎，你觉得就是从心理上来讲啊，为什么喜欢老车呀？我给你讲讲我的心理啊。我其实早期的心理是，我觉得小时候看着大人开这些车，那么现在这些车便宜了，我也开一把试试。我最早买的126奔驰，2011年10几年前那会儿5000多块钱。OK， 哇，现在奔啊，现在发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现在的126很贵了啊，就是那种心态。后来呢，遇到了一些车，就像我的雪铁龙 CX 什么的，我是喜欢那个车的设计，是太漂亮了，是。然后我把它修复一新，那就是盆栽族，我就看着，是啊，就是这么一种心态。到现在呢，就更全面一点，你对汽车的体验更多了，我可能更重视驾驶感受，就是那个时代的车给了我属于那个时代的驾驶感受，比如997.1，这个车声音大。方向沉，对吧？很直接，然后很爽的感觉。现在911开起来太舒适、太安静、太快，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叫“爽比快重要”。我觉得997.1就是那个爽的车，992就是那个快的车，就是现在可能会迷恋某一个时代的车的驾驶感受，包括买 BRZ 也是。虽然 BRZ 是个新车，其实它复刻的是这个时代的这本车的驾驶感受，对吧？手动挡，然后很直接的那种感觉。现在就是几个时代吧，心态是在变化。有道理。我喜欢那个年代的车，其实异曲同工吧，理由是一样的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我称之为无法无天的年代，法规不会把车厂卡得那么死，然后市场也是卖方市场，并不是说像现在卷得那么厉害的，完全是用户需要什么，消费者喜欢什么，我就不顾一切的给用户造什么。
对吧？那个年代还是个卖方市场，工程师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，对吧？工程师思维可以很忠实反映在车上面，哪怕你用户不接受，但没所谓，因为用户看汽车、看工程师是仰视的一种状态，对不对？所以工程师是可以很任性的，那些很挑战的作品，就是很叛逆的一个作品，在那个年代都有可能出现的。我称之为性格。那个年代的是有性格的东西都是很可爱的，而且是有生命力的。对。但现在的车，我觉得这个性格这方面是少了很多，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你，对吧？然后这种车当然是好的，当然是好卖的，但你是不是说它那种魅力，我认为是递减的，因为人的那种胃口是越来越大的嘛。我现在满足你这个城市的需求，这个城市的胃口。以后的话，下一个年代的车，我的满足的胃口就更多了，你这个价值就没有了。但是性格就不一样，我根本就不是讨好你，对，我是要你是懂得欣赏我，你跟我有共鸣，你就喜欢，你不喜欢你就不拉倒吧，你就滚吧。那个年代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喜欢90年代的车，其实就90年代到2000年代，就这仅短这2年，科技够发达，给工程师任性想这个想法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束缚。短暂的这20年的时间是汽车年代最美好的、精彩的作品，也就是这20年之间发生的。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我单纯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些作品，包括现在新的一些车型。我为什么喜欢那个 i3？那个 i3其实就是新的这个年代用老的思维去造出来的一部车。我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但是我认为工程师认为就应该这样的，那个车就这样去造出来的，莫名其妙的那个车，空前绝后，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车。对吧？那种车我认为是有魅力的。我们今年有一个大变化，以前我是会在北京寻找我喜欢拍的有意思的这些经典车、老车、有趣的车。后来我发现拍了5年半了，几乎给拍绝了，找不太到，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啊，也很多时候不适合拍。我决定把今年的节目变成一个系列，全国各地去做。此时此刻，我们现在做广东特辑。好，欢迎袁老师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变化。可能这一趟我要在这待几天，然后拍很多咱们这边车友玩的、有广东特色的，包括像今天这辆车一样，这些有趣的车给大家看。袁老师节目新一年有什么计划没有？能说的给我说说。都能说，我们没什么秘密的。其实还是。昨天我们吃饭也在聊嘛，我们两个的节目方向或者风格是不一样的。虽然我们都喜欢经典车、老车哈，但大家都说我喜欢整活，我还喜欢欢乐一点的，所以我的还是比较任性吧。我觉得你看我的节目能收获什么，说什么支持都没有的话，如果能博大家一笑，开心一下，我觉得我也是成功了。然后这个一方面吧，第二方面的话，我想无论我做什么东西，新车也好，老车也好，我能传达出来的那个。我的核心的那个信息，包括汽车文化，包括我对汽车的一些坚持和理解，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要贯彻的。什么才叫定义成功呢？我觉得我在干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并且这个事情在产生价值的，已经有共鸣了，我觉得已经有好了。对。至于流量这个东西，自然而然吧。你刻意去讨好流量，就跟现在的汽车，我不太喜欢那个有什么区别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喜欢做90年代的那种汽车工程师那种思维，对吧？当然，你前提是我们的节目就是这玩意儿。对呀，但前提是你的价值观是要对的。如果你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错的，你使劲输出有屁用啊，对不对？你没用，你印度汽车，对吧？你输出吧，我看你输出什么鬼？你的价值观就错了，你不行。俄罗斯汽车也是这样子啊，对吧？找机会我跟你去趟印度吧，看一下印度的汽车工业，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，我好想去啊，应该很好玩。这个其实是我的计划来的，我要去一趟印度。大家也拭目以待吧，我相信不会让大家是失望的，然后也会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制作，也会这样去做的。对，我也很希望啊，白老师，如果你来广州需要什么资源的话，我这边我能做到的，我可以帮你的，协助你的，所以尽管跟我说啊，我一定帮忙。谢谢。例如今天我带你去的这个地方，我相信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素材，你就能找到很多车的。他是特牛的一个非常有心的一个收藏家啊，他特喜欢这个东西。完了以后，他那些车每一部都是让我叮一下眼前一亮的，每一部，所以他是个特别牛的一个存在哈。太期待了啊！所以必须期待。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谁，我认识不认识？但绝对不是剧本哈，白老师真的是不知道。Hello，
新年好，新年好。我識咗10幾年啦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係啊，他說要來南方拍情懷車，只有你啦。啊，沒有很多啦。啊，只有你在可以把這些東西、這些破爛全停家門口了，只有你了，對不對？他說要帶我來，他一直不說是誰，到門口我說不會是李桂華家。哦，他有176了，你看我們這兩個可以對在一起了。哦，這個還不是196，這個是口配版哦。口配的，這個更少有啊。對，這個更少有啊，這個不是176。嗯，這個是 K20的啊，可以的。你在這裡可以拍1個月，不用回去。像不像收車模？桌子上擺一溜車模。然後那個披露啊，還有 S430啊，然後連庫薩啊，然後森林人啊，400啊，就是我找到我那輛車原型了啊，997是吧？復刻的它啊，993啊。對。而且你看这大尾翼宽体，是，就是这车。其实997当时官方的说法就是一个993的复古车。你看好多元素，看这灯了吗？997的灯是平面，然后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侧边，包括你看内饰仪表台这个棱儿，包括它的仪表台是上部高下部低往回收的，997的仪表台也是这样的，包括座椅的版型基本上一样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说。其实，在911的发展过程中，从993到996到997，中间把996丢掉，你说997就是993的一个换代，这个事情变得更合理，因为996就是个异类。当时我看到过最早的就是2004年左右，汽车之友编辑去试997的时候的这个文章，保时捷官方讲设计的时候就说这车是复刻了大量993的元素，他们还在讨论说。这个超级跑车搞复古对不对？现在就复古，将来怎么办？没想到992连那个更老车那方机盖都复古出来了，没想到保时捷真的可以一直复古，复了这么多代啊！这个是个卖点了，变成对情怀是变成生意了，这个是蛮好的。你要把我那车开来放在边上，就是它的新款，就是一复古的感觉。那个华哥说一下这个车的故事。这我第一辆跑车，第一辆跑车哇！这当年买的新车吗？没有，二手的也是。二手的，当时挺便宜的，就30万吧。30万！天哪！00几年的时候哇，20几岁的时候买了个911。所以说买车能升值嘛？这车现在200万还不得？如果有手续的，得100多了。对，200万太夸张了吧？应该不到吧？100多万。现在不止了，现在要到400了。400万啊！我肤浅了，还在升，物以稀为贵嘛。是。我们现在就是，我们不卖啊，不是我们去炒作这个东西，就是国外也很贵。是。对。所以国内我们国内的，像说实话很多，像我们经典车，90年代买个这个车100多万人民币，相当于现在多少钱？也差不多哈，好几千万。对，拉法。这也看你90年代买什么车，你买个140奔驰呢，对吧？对。买个这个，你90年代花100多万买个凯迪拉克伍德呢，不就成废铁了吗？我们去看一下华哥的仓库，好，走吧。现在由南破老王开着车拉着北破老王去华哥的车库，我们坐了一辆大凌志 UCF 20，就小时候的感觉完全都回来了，就是滑滑的黑色真皮内饰配黑胡桃，凉凉的空调，哦，太棒了这感觉。而据说这辆车是原来北京国际俱乐部的，被华哥收到这儿来了，非常庆幸他被你收了啊，能一直保持下去。这个老时代的这豪华车坐起来就特别柔软，特别舒服，没有这么多现在的这些炫技的东西，但是它底子是特别好，特舒服。哎呀，真好。你说实话，这个是当时他想去挑战的欧洲对手的话，他不在这种基本功下面下功夫的话，其实他根本没有地方给他发挥。对，你说玩什么？玩射击啊？玩什么都玩不过人家，你只能在自己擅长的。说实话，就使的是使劲。对，这个车就是使劲，发动机也好，底盘也好，用料也好啊，那么好的用料就使劲。但是你说 LS 成功，我觉得也只有第一代是成功的，下面那些我不认为它车是好车，我不怀疑哈，但我不认为是个成功的车。前面举脚的，因为对手太强了，真的是，而且这个江湖就那么大，
大家不可能认你。包括现在的 LS， 你觉得它有很成功，不见得，所以才显得这个车当时力图向上的这种弥足珍贵。我觉得不是因为它有多成功，是因为它当时还有这份心想去挑战低级车的市场。那现在不行了，丰田搞不定，所以搞不定就搞不定。来去华哥的仓库看看啊，大霸王，哇，好吧，哎，你要的大霸王啊，这里随便挑。那个只有几千公里那辆。哦，是吗？那个是那2、3万公里忘了。哇，这我拍过的。个老披露，哇，你还有大发的这个车。啊，这4元灯的老赛利卡，还有个 MR2 啊，这也是老款的。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熟悉啊？白老师，这个是给你准备的第2个惊喜啊，就是那么火的《狂飙》这个电影，其实就是在这条街上面去拍的。然后这些骑楼，其实我都说广东文化是相通的，在广州，我从小到大长大的那个地方就是这种骑楼啊，这种骑楼在下雨的时候，我们在下面可以走，然后平常的话。也是这样的一个风格，上下九啊，广州的步行街全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地方会更原汁原味，它没有翻新过，原来是什么样子，现在就是什么样子。这儿的房子为什么这么老都没拆迁呀？因为是华侨留下来的，所以政府就是房产局在管，然后可以上网去标去租，700块一套房子。啊，可以租是吧？对对，自己标价啊，就是上房管网里标，然后是老华侨留下来的东西，它不能随便拆嘛，就所以这留到现在。哇，你看这栋啊，对对对，保持的窗户都是老的。以前是琉璃瓦，后来就是我们经过那个时代，就是已经翻新过一轮的了，玻璃都是老的。以前是彩色的啊，因为这种地方非常舒服，非常有那个烟火气啊。你再来这边拍车，要什么车随时跟我讲。然后江门这边呢，就是江门的这个地理位置占了珠三角1/4，很大，而且很多地方就村里一条村一个人没有的也有，就是这种生活气息很多的，包括也有些人比较少的，就是什么场景能找到，就是非常方便。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多点来啊，然后把这种我们这种老车啊，串这种老建筑啊，车我可以提供啊，你要什么车都行。啊，主要不是车王，只要不是太那个的那种，就是都提供，咱们多推广汽车文化，欢迎你多点来。这儿为什么这么多老建筑？看这个历史。因为它这种都是华侨留下的房子，就是在海外有400多万人是江门的，然后400多万啊，然后在我们国内这个城市也有400多万，就是国外跟国内的人其实差不多哦。主要你会讲咱们51话，就是江门话。你到长安街基本都混得挺开的，因为都是这里的。我在美国看到很多广东人开的超市。对，都是就是台山啊、开平啊、江门这边的。对，我去美国就一張嘴，他就知道我是这里的。你香港嚟嘅我係，然後就送吃送喝呗。啊，原来这些都是等于主人已经在国外了，是吧？对，很多华侨的房子。我们国家对华侨也非常好嘛，就是这种老房子也不会拆，就是留到现在。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不同时期、不同风格的房子，就是存在一个城市新城区，新建筑或者这种旧建筑跟新建筑混合在一起，就成为一个就是这种比较独特的一个城市吧。就是在国内来说，就比较。我觉得还是有它特点的。新地理15号建于清末民初啊，传统3间2廊民居。哎呀，真好，每一个这就不会被拆了哈，保护下来历史建筑。对，真好。啊，这种就是民国的时候，就是中西合璧那种。你看，这就是大户人家了。对，泰山顶那也不算大户吧？这边大户的有什么东厢、西厢，中间还有亭，还有天井那种。这种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虚街这边。地可能比较贵，所以这个房子算是很大的了已经。但是你说豪宅的话，这边还有很多。这儿的房子大多是西洋建筑。刚才街上有骑廊，我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见到好多。你看这个也是带一拱门，然后一个柱子。但是它有中式，特别西洋。你看它上面那种
凤凰啊、鸟啊、喜鹊啊，中西合璧。对对对，这边就是比较，你看门边还有这个，就是出来的，然后这是厨房吧，应该是，这边是厨房，然后这边是个杂物间，然后这边有个小庭院，然后上面有个阳台阁楼，上面还有亭子，就是非常就是。哎，你看那阳台里面真好看，顶上还有那个装饰。对，就是后来因为我们国内解放之后呢，就是把它就是统一点，就是没有那么 colorful。你幾時落嗰本？我似啊嘛，是。哎呀，这小楼真好看，这应该都是华侨挣了钱回来盖的，是吧？对。这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牛的房子呀。露一露很爽啊！你看站在这里是吧？北京这胡同里面，这停个老车。对啊。今天谁要有这么一栋也不得了啊！这种就是后期又改过一下，就是新旧合璧，就以前就觉得不伦不类，现在觉得还好啊，就是觉得还挺大的。你看这个景儿，水表全都在外面。这个在北京是不敢想象的，一冬天全部冻爆。这边一年只有1个月是秋天，其他都是夏天。水表全都露在街上，随时可以查。我们最冷就是只有5、6度吧。对啊，所以这种还好，这种。这还是很多人住，你看站在路边啊，聊聊天啥的，所以这个电线在这拉来拉去的这感觉。但是电工是很清楚哪条线是去哪里的，就天天在这，你看，阿姨坐在那里看，真好。我说你亲戚在台山太屌了，中国第一个机场，中国第一条铁路，中国第一个火车站都在台山。是吗？对，那个机场就是以前就是华侨弄的，就是抗日啊啥的，咱们中国的飞机大炮很多都是我们这边的华侨捐的。华仔的祖籍也是这边啊，对，有的华仔这边。就革命的发源地也是这儿，对，就是近代把那个梁启超啊，因为这个也是跟当时中西方文化冲击，然后属于那个先这个思想是比较活跃，然后也会知道什么叫责任啊，最早去怎样去救国的责任啊，这些都会。当然，文化一流动啊，经济一流动了，这个地方就活了。所以刚刚同事跟我说啊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一部电视剧把这个地方带活了这个城市？我觉得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本来就是这种气息，这种在的。这个电视剧在这边拍是锦上添花吧，让这个地方会更多人知道。但是改变不了这个城市，改变不了的，因为这个城市太深，这个底蕴太大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威靈頓必符係啦，係 OK， 一定要說英文。係啦，就係咁理解法啦。番鬼佬嘅叉燒包，番鬼叉燒包，番鬼佬叉燒包，番鬼佬叉燒包，係你可以上去。我都唔知係乜柒啦。呢個醬係用佢嘅牛肉嘅10%嘅選料去做嘅。這個醬是由這個牛肉10%的這種損耗，對，去做，去把那個牛肉的汁兒，對，把它給係啦，就係嗰個汁啦，然後汁兒，係啦，然後燉成這個冇錯，醬。这个卷里卷的是牛肉是吧？听懂了吧？不是，他讲懂了。吃个饭容易嘛？从英文翻译成粤语，再翻译成普通话。你哋快啲食嘢先。是。後邊嗰啲。来，咱尝尝这个。谢谢。威灵顿逼夫卷啊，逼夫卷。是一人一塊還是切開的？一人一塊嘅應該有。一人一塊夠嘅。係啦。來尝尝这个威灵顿逼夫卷。逼服。哎，好酥啊！它是包在一起烤的是吧？要用這個這個汁兒，得浇一點這個汁兒。如果你中意食辣，有塔巴斯圖啊。OK。有一個青，來裡邊其實就係佢哋肉唔嚟啫嘛。牛肉非常的嫩，非常的 Q 弹。我保證你這個菜北京絕對吃不到。我听都是第一次听到，因為威靈頓 beef 是昨天才開發出來的。我可以負責任告訴你，他昨天晚上想的那家伙。OK。啊。怎么样，老白滿意嗎？這安排？滿意。我們在一頓飯吃到了世界各地的美食啊，是和廣東美食。
没有，最关键是这些地方冲撞出来的，刚刚那些所谓的世界各地美食，其实是本土的啊，都是台山，不是台山，江门这边自己去做出来一些食品啊，所以包括今天我们开的那个车，到一个同样年份的这个地方，所谓的情怀车应该有这种文化上面的衬托的，好吧？然后现在我们就回去了，回去的话我还给白老师准备了一个惊喜的，对，所以你跟着我们镜头一起过去看一下，好吧？走这边。因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开这个日本的 JDM 的啊，这种风格的，回去的话得换一种风格。哇塞！所以我回去我给你换一部车，这部车我是大板车，刚刚从广州拉过来的。哇塞！对对，我专门拉过来这个地方。这规格太高了。那必须的，对啊。然后我相信这个车应该会给你有一点惊喜的哈，这个车也是你熟悉的车，但是你熟悉的过程中呢，这种熟悉又和你以前熟悉它的那种熟悉是不一样的。我这个关子卖的够不够？居然还能在这儿换辆车？对，还能换一辆车。这是车钥匙，你能猜出是什么车吗？哇塞，